投资是一场一个人的武林，面对的都是最真实的内在自己。不管你投资的是美股、台股还是币圈，每个投资交易者都会经历这8个阶段，这些卡住都是必经的路程。我是 Renee， 跟你分享我一路上学到的跟换来的体悟。第一阶段，无知的幸福。刚开始进入股市，通常是因为大牛市的狂涨吸引过来的，或者是因为涨了一阵子，然后前面没跟上，就跟着大部分的主流声音进场买基本面好的公司，不管在哪一个点位或位置，只要长期只有回头看都是低点，结果我还真的赚到了。每一次回调就是加码，而且每一次都还真的都上涨了，一次比一次高。接着充满了期待，用一样的方法继续操作，凭着大家所说的金律操作，继续加强这个操作的正向回馈，这样持续到一次的大中衰，意识到这是真的巨大的亏损。再怎么回调，再怎么加码，之后都不会再上涨了。越加码，它的价格越跌，摊平摊到满手都是血，反正再等久一点它就会涨回来了。这只是暂时的，我要长期持有。事实结果却只是长期持有它亏损的时间，短期持有它获利的时间。经过4-5年，甚至经过了一轮牛熊，大部分都是一少有盈利又卖飞了。只要不卖，这些损失就不会是真的，我一定等得回来的。又或者单纯是新手运，怎么样都是赢，毕竟这可是个大牛市啊！不管是凭着随机运气，终于还是凭着本事亏损了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进入到第2阶段，痛苦的清醒。被市场痛击了以后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怀疑跟挫折感。原来就算是买好公司，它的基本面再好的公司，它的价格也会腰斩，也会跌到市场都失去了信心，好像一切都是骗人的。但我们选择愿意在这种痛苦中学习，反思哪里做错了。原来只看基本面还是不够的，还要再加上总体经济的一个知识的基础，像是最根本推动资金量的水量是多少，利率是多少，流动性充裕吗？还有原来有经济周期这种东西，这些看似最基本，但是却从小都没有学到的东西。接着进入到第3阶段，找寻圣杯。像我自己就进入到疯狂的读书，然后上网搜集资料，看任何影片 YouTube， 然后做统整笔记，看其他大师是怎么做的，试图找到一个完美的圣杯，一个必胜的系统，或者说是希望能找到一种不败的规律。从基本面学到总体经济，再到经济金融的历史还是不够，再继续学到技术分析、筹码面分析，再分别了解左侧交易、右侧交易适合哪个时候用，哪些思维更适合我的个性呢？后面又发现到金融市场其实就是人性展现到极致的地方，又开始学行为心理学、金融心理学、大众心理学，还有探讨自己的心理学，甚至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策略跟面向都融合得很好，实际的成效跟结果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也没有什么超额报酬。才发现原来有问题的不是方法或者是策略，而是无法持续性的执行，也就是无法知行合一，知道却做不到，也就是进入到阶段4，自我意识的觉醒。终于觉醒，意识到问题不在策略或者是系统，而是在于我自己。因为每个策略或交易的方式其实都有适合的一个时机，但我们的心态可能还没有调整过来。比如说理智上完全理解现在在盘整的时候不能加杠杆，但是还是会有那个贪婪驱使着我要快速赚到最后一分钱。譬如实际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在该停损的时候熬单，心里期盼祈求着它能回档。譬如在获利的时候被恐惧支配，怕又被市场收回好不容易的一个结果，不加码反而提早退出，而不是基于当时候对大盘的趋势理解而动作。这阶段的核心矛盾是，策略知识是存在在我们的理智，但是实际去执行的时候却取决于我们的情绪。而为了摆脱情绪的一个操作，接着进入到阶段5，规则制定者，开始建立不可妥协，然后写下来，写成文字的硬性规定。譬如说我的进场的规则、仓位的控制、
出场的规则。这个时候执行可能还是会断断续续的，可能有时候会有纪律的执行3天，然后又破戒1天。但是每一次破坏自己的规则的时候，都会感觉到那种自我失望，好像让自己失望了。但其实这是好的开始，这代表我有没有在乎遵守我自己的纪律。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开始追踪自己的规则遵守率，只要能做到遵守自己的规则，那今天就是个成功的一天。然后同时一边验证这些策略在有纪律的执行下他们成效的结果。而要真正遵守自己的规则，就得进入到阶段6，放下执念。我们必须放下3种毁灭性的心理，也是我觉得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地方。放下确定性的毁灭心理。我们已经习惯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，像是有努力就有好结果，会非常注重所谓的因为所以，而涨跌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后面再找的缘由，也就是华尔街谚语 Price makes news， 价格创造新闻。所以这真正的缘由到底是不是它的原因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试图在市场中找到超高的确定性或者是不败的策略，但其实这种确定性够高，它的报酬其实也会大幅降低。而市场不是普通的因果关系，用普通的一个逻辑就能解释它其实是几率的分布，可能是随机骗局，也有可能是肥尾效应，或者是单纯的常态分布，但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会落在哪里。停止交易我们的预测，我们不可能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就像赌场不会在乎赌盘下一把是开红还是黑，都是依靠它的一个大样本下的统计的优势。因为报酬都是藏在不确定里面，把焦点放在我是不是有确实的执行具备优势的策略，在适合的市场。第二个，放下控制欲的毁灭心理。就算理智上知道我不可能控制市场，但是情绪上还是会试图的想要操作去控制，像是提早获利了结啊。但其实这只是我们恐惧的伪装。最好的控制其实就是不要控制，放下控制。而如果市场的走势完全跟我们预期的完全不一样，就立马走人，只筛水不教育，类似那种概念。透过放弃对市场的一个控制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控制自己的执行力。第三个，放下对亏损恐惧的毁灭心理。很多人以为设了停损，真的停损了，那我就是错了，内心把停损看作对自己的智商跟能力的否定。停损只是数据，是市场在告诉我们这一次不合适，把子弹转到资金效率更好的市场。在这边跌倒不一定要在这边赢回来，它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很失败，因为我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证明我是对的。再一次，我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证明我是对的。经过这3种的心理毁灭阶段，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投资交易的情绪自由。接着就会进入到阶段7，一致性的执行。绝大多数的时候都能毫无悬念的执行计划，然后账户开始呈现稳定，然后甚至很无聊枯燥的一个成长。据大师所说，成功的交易都是极度无聊。这种情绪上的平淡，正是我们脱离赌徒心理的证明。到了阶段8，潜意识与我们的行为合而为一，看市场的反应走势，就知道策略跟规则要如何因应。这些都已经内化成我们的本能反应，理智跟情绪都已经完全融合，纪律已经是你的内化人格。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成功克服了心理障碍，不再被情绪控制，实现真正自己的主宰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师们都更着重分享心法。同样的策略让不同的人用，它的结果却是天差地远，完全截然不一样的。但类似的稳定的心态跟心法，或相似的一个心理状态，可能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策略，或者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在不同的市场也都会有很好的成效。最终都是在于我们的内心修炼。而我自己目前也是在阶段5、6之间持续的优化策略，同时努力的遵守我自己的规则，这样来来回回修炼当中。在下面留言，你现在正属于哪一个阶段呢？你是怎么突破到下一个阶段的？我是 Renee，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内容的话，
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哦，这样以后你才有机会说我在 Renee 100人订阅的时候就已经追踪他了，超级有慧眼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